3个月前，用文之一路泡酒非常惊喜。以前只有在书上才能看到茶叶的花香，竟然在这酒里都呈现了出来。茶叶用我们传统吊香方式，优点是可以更好的萃取出茶叶的花香，缺点是茶叶用量比较大，梨用来吸走酒的刺激口感，同时增加清甜口感。入口是茶叶自身的花香，中口是茶叶的茶香和梨的清甜，后口和回味是茶香，茶香一直贯穿在口腔中，不苦不涩，清新自然。这次浸泡的时间有点长，梨出现了一些发闷的口感。我发现煮的冰糖雪梨汤中，梨的口感非常明显。接下来我准备尝试一下煮梨后再浸泡，试试口感会不会更好。吊香这个工艺，前几天在调东方之珠鸡尾酒时也用到过一次。与浸泡的方式相比，用吊香萃取出来的香气更加的清雅。东方之珠鸡尾酒是近半年的调酒中我感觉最好喝的一杯，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大家心心念的14款加包果泡酒，今天开封对比。首先从酒体颜色来看，除了纯果肉浸泡的以外，所有的颜色基本上都是深宝石红颜色，像红酒，非常漂亮。第二，口感酸甜，令人愉悦。除了纯果肉和真露浸泡以外，所有的泡酒都有色感，色感最明显的是纯果皮浸泡，所以色感的主要来源是果皮。真露浸泡的没有色感，是因为度数低，果皮的色感没有浸泡出来。当然，真露浸泡的果味也比较淡。第三，酒的香气。果皮里的橄榄香在所有的泡酒里都没有体现出来，但比普通葡萄的口感要顺滑很多，源自于加包果果肉自身的糯感。酒自身的香气跟果子搭配最舒服的是金酒，杜松子香气的补充让酒体更加饱满，两种香气过渡也顺滑，不跳跃，综合是最好喝的。金朗姆浸泡的有一点巧克力香气，也丰富了口感，但相对融合度没有杜松子的好。第四，扎眼和不扎眼的工艺对于长期浸泡来说，口感差距不大。加包果泡酒比普通葡萄泡酒要好喝一点，主要源自果肉的糯甜感和果皮的酸感。我在想，如果加包果做成发酵酒或者白兰地，再或者浸泡后再混合蒸馏，最后放入橡木桶盛放的方式，这几种做法应该都比单独泡酒好喝。以后有机会再尝试吧。这次一共用了10款基酒来浸泡，我觉得口感排名前3的是金酒浸泡、真露浸泡和白朗姆酒浸泡。留个样品出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开封浓香型红茶荔枝酒，由于我家老爷子喜欢喝浓香酒，3个月前我专门用浓香酒给他泡了一瓶。一开封就能闻到熟悉的浓香酒味，酒体是红茶的深红色，入口是淡淡的浓香感，中口是荔枝的果味和果甜，后口又是浓香酒自身的滋味，整体非常顺滑，完全感觉不到辛辣和刺激。红茶的味道一直穿梭在酒中，仿佛一有空隙它就钻出来，在口腔中活跃。浓香酒自身的味道也贯穿始终，在我把酒都装瓶之后，它依然能够回味到。总体来说，跟之前用伏特加浸泡相比，口感截然不同，这是我觉得泡酒最有趣的地方。3个月前我泡草莓酒的时候加入了一些橡木片，没想到口感意外的惊喜。过程是这样的。
静等3个月后开封。一开盖，一种类似草莓巧克力的香气扑面而来，酒体是明亮的红宝石颜色。入口先是草莓的果味儿，中口是草莓酸酸的果甜，后口是橡木和草莓果甜的融合，回味又有一点可可的味道。整体口感非常的雅致。泡酒时加入茶叶，会给酒增添一些高雅自然的香气，而这次加入的橡木片给酒增添了许多木质香气，也使后口更加的醇厚。因为我用了3种橡木片的组合搭配，用量略有点多，导致木香盖过了果香，但依然非常好喝。我们开封整体百香果泡酒，因为有百香果，酒体有点浑浊，所以我们用咖啡滤纸来过滤。入口是橙子的香气，非常的自然；中口是百香果的酸甜，这种酸感比青梅的酸更加的顺滑优雅。后口略微有一点梨的香气，但瞬间被橙子的香气所掩盖。橙子的果肉做酒，橙味不太明显。橙子的白瓤有点苦，所以用去掉白瓤的橙皮做酒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苹果和梨本身不会带来太大的香气，但会吸收掉酒精的刺激感，让果酒喝起来更舒服。这个组合又给了我新的灵感，下次继续。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全部送出，第4批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今天开始制作。单独泡荔枝最早有尝试过，虽然不难喝，但味道有点单薄。去年尝试红茶荔枝的组合，口感立马饱和了起来。红茶不能浸泡时间太长，否则会出现令人不悦的杂味。用冷萃一碗的方式，可以刚好泡出茶香和甜香。因为是邀请粉丝品尝的，所以我做了适当的降度，并减少了黄冰糖的用量。泡荔枝酒前几天会出现浑浊的现象是正常的，大概10多天之后，酒体就会慢慢的形成。好了，等2、3个月后送去之前，合格后再陆续邀请大家免费品尝。邀请大家品尝的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装瓶打包好了，邀请到的朋友已经1对1的确认联系过了。这次一共是120份，明天发出，估计这周内都会陆续收到。最后拜托大家品尝后一定要扫码，认真填写口感反馈表。上次送的红枣朗姆泡酒，很多朋友的反馈特别详细，给了我很多新的灵感。这次又邀请了5位红枣朗姆泡酒反馈意见特别好的朋友再次品尝。好了，120位朋友等着接酒吧。